Hello， 大家好，我是议员。今天发布了策划面对面。由于官方最近发布了比较多的更新内容，所以他们也是收到了很多的建议和问题，所以他们就选取了在这些问题和建议之中热度最高的来回答。顺便也借由这一次的机会来跟大家分享一下之后他们会开发的东西，未来的计划。废话不多说，我们来看第一个问题。这个问题是延续了上次93他们所制作的玩家反馈，在那个反馈中，官方有回答到他们之后将会以积分制来分配特殊移民。不过当时候也只是提出一个想法而已，还有怎样的方式去获得积分，但是详细的内容没有说的特别清楚，所以今天就详细的跟大家说明调整之后会变成怎样。首先第一点，在调整之后不会再占用特殊移民名额，只会花费特殊移民点。目前我们的界面上是可以看到可以招收多少位的特殊移民，但是调整之后就不会再用到了。第二点，每个 KVK 结束的时候会以下列的要求来分配特殊移民点，每个王国都会获得固定的特殊移民点，就讲不管你输了还是赢了都是会获得固定的点数。只不过如果你想要获得额外的特殊移民点的话，你的王国阵亡越多就会获得越多。它这个计算方式是根据失落之地前300名的玩家看谁阵亡比较多，但是这里的阵亡要求不包括 T4 以下，只有 T4 和 T5 而已。只要阵亡的越多，获得的积分就会越多。这个可以理解为不需要玩家强制回王国之后把一些玩家给清零之类的，反而他们这个方式是更加鼓励玩家在 KVK 中阵亡部队，而不是回王国之后才阵亡。像以前我们的方式就是阵亡越多，然后可以招募到更多的玩家进来，但是以清零的方式来削弱自己的王国战力，从而招募更多的玩家进入王国，其实这个方式是很不健康的。而且部队不应该用删除的方式清除掉，或者是被清零的方式清除掉，而是在战场上阵亡。所以我认为官方以阵亡的方式来兑换特殊移民点，这个方法是不错的。第三点，特殊移民的申请和批准是保持不变的，不过这个你们也不需要太担心啊，一般国王去处理而已。至于特殊移民点消耗多少，取决于那个玩家的战力有多少。以目前我们的移民机制来看的话，只要战力越高就会消耗更多的移民令，那他这里所写的我相信应该也是战力越高就会消耗更多的特殊移民积分。那说实话的，他第一个问题呢虽然是有回答啦，但是我还是觉得回答的不够详细。我相信大多数玩家应该想要知道的就是到底可以获得多少的积分点，然后玩家需要消耗多少的积分点。像他这里解释是如何去获得，如何获得更多，其实在上次就已经有说过了，所以我觉得这个问题好像有回答到又没有回答到的感觉。第二个问题，如何改善新王国的游戏体验？那老实说，对于我们老玩家来说其实影响不大，但是这里有提到移民，假设说你们有考虑过要移民过去 K2 的话，还是要多注意。策划答复，新王国对他们来说一直以来都很重要，有一直努力的改善新玩家的游戏体验，并且他们在最近也是对一些刚进入征服赛季的王国做了一些调查，然后收集到大多数玩家所抱怨的东西。第一个要抱怨的东西就是移民到新王国的老玩家真的是太强了，会对原住民来说制造一些不公平的事情，有可能是去清零他们啊，或者是去打压他们之类的。坦白说，确实我也是有遇到一些类似这样子的情况，就是一些老玩家移民过去 K2 之后直接统治他们的王国。第二个，当新王国跟旧王国匹配上时，导致大多数新玩家没有办法追上老玩家。坦白说，这个问题其实一直都有存在的，只是现在游戏的时间越长，我们老玩家获得的东西越高，争议越高，变得跟新玩家的差距越来越远。打个比方，在早期没有装备军器的时候，最多就是老玩家跟新玩家有统帅上的差距，出现装备之后又有统帅跟装备的差距，出现军器之后又有装备统帅军器上的差距，更别说还有什么专属啊、觉醒之类 blah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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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一大堆东西。只能说现在新玩家跟老玩家的差距太大了，没有办法跟上。为了改善新王国还有新玩家的游戏体验，他们正在开发移民还有剧本匹配系统，下面是他们的计划。OK， 这里各位要听清楚啊，如果你是长期有滚服的玩家，你要特别注意跨赛季移民到 K2 王国的额外要求。移民角色不能比目标王国大于120天。什么意思呢？就比方说你要移民到 K2 的那个王国，它可能已经100天了，目前你所使用的账号大概是220天左右，这样你就可以移民到 K2， 但是只要你这个账号可能有1000天左右的话，你就没有办法移民到 K2 了。我相信听到这里应该有不少的玩家都表示抗议，尤其是喜欢滚服的玩家。
坦白说，我有不少的观众都是专门滚服的玩家，所以我能理解你们的心情。但是针对于滚服，其实有分成两派的玩家，就是觉得说，哎，你滚服无非就是想要去欺负一些新的玩家，不想要浪费钱去购买水晶科技而已，并且滚服之后还可以去到 K2 那边做大佬。另外一批玩家觉得说，我还没有发育好，我就是想要回去 K2 再重新发育，或是真的觉得水晶科技的剧本不好玩，所以他们想要回去 K2， 不想浪费金头和宝石追求最新的统帅。但是更改之后，各位真的要注意了，反正是对我来讲没有影响啦，而且我也是蛮反对老玩家一直移民到 K2 的。第二，跨赛季移民到 K3 的王国额外要求移民角色不能比目标王国大于180天。那其实我们现在的移民条件呢， K3 是不能够移民了，只有 K2 可以移民。所以根据官方这边的情况来看的话，之后 K3 应该也是会开放，就像之前那样 K2、K3 都可以移民了，但是有没有限制人数，这个就暂时不清楚。但至少调整之后 K2、K3 的玩家不会遇到一些特别夸张的账号。但这种事情总有好跟不好的地方，对于老玩家来说啦，好处在于人口不会流失的太快，不会有很多玩家一直想要移民到 K2。但坏处就是，如果你的王国已经死掉了，已经要灭亡了，但是你没有办法移民到 K2、K3 的王国重新开始，间接性也是宣告死亡了，不只是你的王国而已，甚至是你的队友跟你的账号。第三点，这里所指的是第4赛季。第4赛季我的理解是，当新的王国他们打完 K3 之后进入的那一个赛季，那个就叫第4赛季，而不是征服赛季。我个人理解啦，因为这边的规则是，如果你想要移民到第4赛季的王国，移民角色不能比目标王国还要大于240天，并且下面还有附上一句话，他们也会调整上面他们所说的3个限制的移民数量限制，并且他们也会为第4赛季的王国调整匹配，他们在下一次正常的征服赛季故事里面会尽量与自己的王国年龄相符的王国匹配。也就是因为这样，所以我理解第3点的第4赛季不是指征服赛季，而是刚进入征服赛季的王国。也就等于说，我们要移民过去还是可以移民，但是只要时间不要差太远的话，都是可以移民过去的。而其他征服赛季的王国还是可以照常移民到一些比较新的王国，只不过 K2 到 K4 是有限制了。策划还说，希望在调整这些规则之后，可以让一些新王国尽快的去发展他们的王国，可以帮助他们度过前期，直到后来进入正常的征服赛季。我认为官方的想法是不错的，但是对于玩家来说，可能并不是这么喜欢了。第3个问题就是军器的部分，这里是说到保底的问题。这里就有说到，军器虽然现在有专属铭文保底的功能了，但是玩家依然还是有机会可以获得同样的专属铭文，变得其他部位的专属铭文很难获得。就问一下策划有什么解决方案？相信大多数玩家应该都有这个感觉，就是你那个部位其实已经有专属了，但是又获得同一个部位，但只要出现专属铭文，你又要等多150次金色军器出现之后，才有可能会获得专属铭文。假设下一次又是同一个部位，我相信大家应该都会晕倒。策划答复专精铭文的保底数量是保持不变呢，还是一样要求150个金色的军器才有机会获得专精铭文？不过这里没有写到专属铭文的保底啊，专属铭文的保底是要获得10个专精铭文才会出一个保底专属铭文。但是第2点他们就有提到，专属铭文保底将会得到优化。当你获得一个有专属铭文的军器时，从原本会随机给你某一个部位的专属铭文，变成会给你选择要哪一个部位的专属铭文。只要你所使用的阵型获得一定数量的专属铭文之后，你就可以指定要哪一个部位的专属铭文了。并且他们还会在军器界面中显示你获得这个阵型的专精铭文到底有多少。因为之前有很多玩家一直去问官方，可能是问到他们不耐烦了吧，所以他们之后干脆写在军器界面上面，只要你获得专属铭文之后，这些专精铭文的数量就会重置。之后他们也会检查每个玩家购买军器的后台数据，给予补偿。根据官方这里的描述，我提醒各位，你们暂时先不要开任何的军器宝箱，尤其是你现在已经有3个专属铭文，还差1个的玩家，你就最好不要开，等官方更新。相信这个更新之后，玩家会更加容易的去完整16字的铭文。至于为什么突然之间会做出这个调整呢？相信跟俄罗斯父子有一定的关系。之前俄罗斯父子那边有发出了一个公告，说他们开了很多军器，但是里面没有拿到任何的东西。为了表示抗议，他们将会减少氪金。不过也只是推测跟俄罗斯父子有关系而已啊，但事实上是不是这样子我就不知道。
因为我看到俄罗斯父子之前发布了那个不想要氪金的贴文之后，今天在我录音的差不多前1个小时之前，他们跟莉莉丝已经在私下聊了这件事情，之后会发布一个官方公告。这就是为什么我怀疑跟俄罗斯父子有关系的原因。那以上就是这一次策划面对面的内容了。其实他这里只有3个问题，但是他这里所说的东西全部都还蛮重要的，所以各位记得反复重看我这个影片，或者是分享给你们的朋友，还不知道这件事情的朋友。假设要移民的话，尽快移民；如果是想要开军期的话，暂时不要开，就这样子。以上就是本期内容，至于各位有什么看法，可以在评论区给我知道。我们下个影片再见。